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毛怪老师的视听语言课程。咱们这个课程呢是专门讲如何画分镜头的。上次呢，介绍了一些分镜头的基本的理念啊，讲了一些景别、摄像机跟角色之间的位置。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就正式的开始分析《海贼王》的这个真人版电影了。我们从这个在船上路飞跟科比的之间的一段对话开始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分析。我们先把这一段看一下啊。Mine was the gum fruit. It turned my body into rubber. Huh? So now what? We have to be going somewhere, right? We are going somewhere. Next up, to the Grand Line. Do you know how to get there? Hey, you can't navigate. You don't even have a map. Good point. 好，我们先看到这儿啊，就前面这几个镜头。我们为什么要从两个人的对话讲呢？因为这个里面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叫轴线啊，轴线，这是画分镜头的一个基本概念。你要把这个搞清楚，我们才能再做更复杂的东西，对吧？无论是一个人、两个人，这里面都有一个轴线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搞清楚。好，尤其是所以我们从两个人开始讲嘛，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轴线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好，我们从前面这个不说了啊，从幼年路飞一直切回到这个少年路飞啊，从这儿开始，我们把它视为第一个镜头。这个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平面图给它画出来啊。轴线要搞清楚的是什么？一个是演员。然后再有一个是摄像机的位置，他们两个现在在一条船上，对吧？在一条船上，然后这边坐的是路飞，然后这边是科比戴俩眼镜，对吧？他俩是面对面坐着的，这是科比啊，这是路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摄像机摆在什么位置？注意看现在这个镜头，现在这个镜头，摄像机是在哪儿拍的？摄像机是在这个位置拍的，对不对？是在这个位置拍的，我们把这个作为摄像机的这个标志啊，是吧？它整个的都有点仰拍，高度我们就不讲了啊，主要是讲这个摄像机在平面图里面的位置，是不是在这儿的？这是第一个镜头，我们把第一个镜头先抄下来。镜头一啊，镜头一，这个超分镜头呢，有的地方也叫拉片子，对吧？它是一个非常锻炼你分镜头能力的一个学习过程。当然拉片子很累啊，我们要一个镜头的一个镜头去抄。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学好，我也建议大家，你跟着我这样一起来做练习。好，我们先把第一个镜头画出来，这是这么画就行啊。你不用画那么详细，大概知道这个人物位置。还有一个是什么？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是眼神的方向。注意看，现在路飞眼睛在看哪儿？他脸现在虽然有点朝右，对吧？但是他的眼神是看这个方向的。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路飞这属于近景吧？啊，近景写一下，景别写一下，路飞近景，然后眼看左，近景，眼看左边，这是画面的左边啊，眼看向左边，这是第一个镜头。这就是镜头第一个位置，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也标一下，镜头第一个位置。好，我们继续看。然后现在看右边，对吧？这还是一个镜头，它并没有切镜头，它呢就是这种变化呢，你可以画在后面。眼神看向右边看一下，然后这个时候他在想，对吧？刚才说了什么？年纪小不懂事嘛，对吧？如果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抄得更细一点的话，那么就把台词也写上啊。年纪小不懂事，看右思考，看右方思考。好，继续看啊。看回来，注意看见没有？回来继续看科比啊，科比。
来回来看左边，继续说啊，我吃的是橡胶果实，是橡胶果实。好，注意看啊，继续。哎，切到第二个镜头了，注意看，现在第二个镜头了，这个拍的是 Kobe 对吧？拍的 Kobe， 然后 Kobe 一个近景，一个大眼镜，他看的哪边？他看的右边，是不是？这个时候摄像机在什么位置？摄像机在这边了，是吧？在这边，朝这么拍科比。现在啊，这是第二个镜头啊，第二个。现在我就要讲轴线啊，轴线。什么是轴线？轴线呢，就是角色之间的一个关系线。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两个角色眼神只要面对面，眼神之间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线，这个就叫轴线。然后这个轴线有什么作用呢？它决定你摄像机后续拍摄的位置。注意看这两个摄像机啊，这两个摄像机有什么特点？我们再往下看一点啊，再往下看一点，继续。哎，现在谁在说话？还是路飞在说话，对吧？路飞，他的话并没有说完。把我的身体变成橡胶手，不详细写了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切到一个 Kobe 的一个镜头呢？就是说，第一个是前面路飞说的话可能有点太长了，如果我们一直拍一个角色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在画面看起来会比较单调。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要反过来看另外一个角色的反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这个角色的，我吃的橡胶果实 ，Kobe 有什么反应？所以要把镜头切回来看他的这种情感的变化，瞪着大眼啊，他很吃惊的这种感觉，对吧？这是反馈，反馈是在这个表达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情感的反馈，这个反馈是互相的。那么可能 Kobe 又说了一些，路飞又有一个反馈等等啊，之间的这样一个反馈，在交代反馈的时候，一般都会把这个有情感变化的这个人放到镜头里。咱们先把这段看完啊，后面我也会给大家举反例。哎，现在又切回来了，对吧？第二个镜头，Kobe 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到第三个镜头了，路飞要展示他的这个吃了橡胶果实之后的一个动作啊，拽这个嘴 ，terrible 是吧？画这个动作，他到底做了什么动作？注意看啊，他现在所面向的方向还是这边，对吧？那摄像机又回到了这个1号摄像机的位置。拉皮儿，回来之后，整个的这样一个动作回来之后，那 Kobe 有一个什么反应呢？对吧？前面说了，我吃了橡胶果实，第一个这个情感的反馈啊，有点吃惊。然后路飞又做了这样一个剧烈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肯定要再切回 Kobe， 那就是第4个镜头，对吧？当然我这个 iPad 画的有点混乱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第4个镜头又切回 Kobe， 这个时候注意景别变化了，看到了吗？前面都是近景，第一个镜头近景，第二个镜头近景，第3个镜头近景，第4个镜头了。对，第4个镜头啊，第4个镜头 Kobe 近景，注意到是在他膝盖的这个地方，对吧？一个坐姿，拿着桨船。那这个摄像机在哪儿呢？摄像机还是在。摄像机可能离远一点啊，可能大概在这个位置去拍，对吧？但是注意这3个摄像机有一个什么特点？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轴线，注意观察这3个摄像机有一个什么特点？它都在轴线的一侧，注意到了吗？都在轴线的一侧。这是在拍对话时候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啊，就是你不能随意的把这个摄像机跑到那边去。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第4个镜头。如果你把这个摄像机放到这个位置来拍这个 Kobe， 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它是不是就反了，对吧？这是一个4撇吧，4撇，这是4撇摄像机，它在朝这个方向拍，
科比是什么样的？那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实际上他的眼神会往这个方向看，拿着奖，对吧？为什么不能这样？这样的话就跟前面路飞所看的方向一样了，这个就叫跳轴啊，这叫跳轴，也叫跃轴啊，跳轴或者跃轴都可以。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呢，不是说不可以跳轴，这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如果就在两个人啊，这两个人之间关系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不能随便把这个摄像机调过去，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在跟你对话，比如说角色 A 啊，角色 A， 哎呀，你好啊 ，Good morning 啊，你好。然后这是角色 B 啊，角色 B。我们先画这个位置啊，注意平面图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A， 这是角色 B， 两个人面对面说话，对吧？我们一般人说话可能都是，肯定是面对面或者稍微侧一点，对吧？你不可能是你背对着我跟你说话，对吧？除非特殊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形成一个轴线关系了，这就是轴线啊，这就是轴线。那么第一个镜头在哪儿拍的？在这个地方拍的，对不对？第二个镜头在哪儿拍啊？第二个镜头肯定要在这个地方拍这个 B， 那这个人物应该是这样的。哎，你好，对吧？你好，你好。如果我第二个镜头在这个地方拍，会形成什么样？那不看这个了，对吧？第二个镜头这是 B， 哎，他也说，哎，你好。结果两个人的角度一样了，这个就造成了空间上的混乱，明白了吗？所以轴线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注意摄像机，如果开始你决定了在这个地方拍啊，开始决定了在轴线的一侧拍，那你后面在他俩关系变化之前，你一直要在这个轴线的这边拍，不要随便过去啊。如果你上来就在这边，那你上来那所有的摄像机都摆在这边，明白了吧？好了，回到我们的这个海贼王啊。我看一下，这个刚才讲的是中景第四个镜头，对吧？第四个镜头中景，咦，继续看啊，哎，他有点不知所措啊，不知所措，然后转头 ，What's up？ 转头，他本来就在看着右边这个方向啊，然后再转一点，看这边啊，再转一点，转头。注意啊，分镜头脚本实际上画的就是这么细致啊，可能比我画的还要细致啊。你们在画的时候，像这样一个转头呢，我可能会再单画一张。Kobe 向左转头，注意看啊，是不是向左转头？向他的左边啊，向他的左边转头，然后看向右边思考，这都是事件。注意看，这都是事件。开始，我们从第一个镜头开始说。这个路飞看向这边，哎，说年纪小不懂事儿，对吧？他之前回忆他之前小的时候跟那个香克斯的故事，然后转头看，转眼看向右边，做一个思考，这是一个事件，再看左边，然后说我吃的是橡胶果实，又是一个事件。第一个事件，第二个事件，第三个事件，在同一个镜头里面出现了3个事件。所以上次课我让大家做那个拆分事件的思考练习，在这儿就用上了，对吧？你要有这种思维方式。然后回来第二个镜头的时候 ，Kobe 在看这边做了一个就是有点惊讶的一个表情，没有什么过分的表情。那这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就是惊讶啊，惊讶。你在分镜头脚本里面就这样写就行了，稍微有点惊讶啊，这是或者微小惊讶啊，注释一下啊，微小的惊讶。然后第3个镜头，路飞拉皮儿是吧？拉皮儿，这是一个事件。拆的再细点呢，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就一个事件吧，拉长，然后松手，啪回去。这个时候呢，再回到这个第4个镜头，哎，他有点惊讶。其实我觉得这个镜头呢，就是对，我们要单说的话，这个镜头它可能是我感觉它的惊讶度有点不太够，对吧？它可能之前他是已经跟那个阿比达已经战斗过了，这个 Kobe 知道了他的橡胶果实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可能就现在做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单讲这一段，那可能我会把 Kobe 的这个镜头的反馈做得再强烈一点，
哇，大概这种意思，对吧？然后呢，他知道了路飞有这个能力，向左转一下头，然后思考一下。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哎，向左转头，注意看，这是第5个镜头了，对吧？第5个镜头继续画啊。第5个镜头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近景，注意到了吗？他开始是看这边的，这刚才这个事件很快啊，他转头这个事件很快，我们再看一下。第4个镜头啊，注意看，哎，第5个镜头切镜头了，这是切镜头了啊，切。他在看这边，他看哪儿呢？看海上啊，这个空荡荡的大海，他可能在思考一些事，想想我们以后怎么办啊？思考。然后转头回来，注意看，还是第5个镜头啊，他的头转回来，近景，属于特写了这个啊，这个属于特写了，还是有点这种。转回来，有点这个不知所措是吧？有点茫然的这种感觉，哎，茫然。啊，那那现在呢？咱就听得懂这种英语是吧？那现在呢？哎，问一句。注意看，现在这个镜头就有点特别了啊！这个属于我上节课讲的那种对话之间的过肩拍，这是第6个镜头。第6个镜头过肩拍，为什么要插入一个过肩拍？这应该属于对 Kobe 来讲，这是一个全景。哎，他讲坐在这个地方，注意他们的方向始终没有变啊，那还是看这个方向的。然后这是路飞躺在这儿，对路飞来讲，这是一个近景，或者说是一个特写。为什么要插入这样一个过肩拍？这个在2个人对话或者3个人对话之间，你时不时的，比如说隔个3、4个镜头，就要有一个镜头把2个人都放到画面里面。好，我们回到这个平面图啊，这是 Kobe 啊，这是 Kobe， 这是 Luffy。这2个镜头肯定是摄像机在这个位置，对吧？轴线没有变啊，始终要注意这个轴线的位置。这个镜头在哪拍的？这个镜头的摄像机是在这个地方拍的，对吧？这个地方拍的，把 Kobe 跟这个 Luffy 都放到画面里了。为什么时不时的要切回一个这个过肩拍，或者加入一个全景呢？要同时把2个人，注意听啊，2个人同时在画面里，画面内啊，它的目的呢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们的空间关系，他俩到底在哪儿。你要是一直说啊，一个人这样，另外一个人这样，2人一直这样对话下去，我轴线也没错，对吧？位置也不会出现错误。我说你好啊，你好，早上吃什么了？我今天吃的灌饼。你去哪儿啊？我去去哪儿，一直这样2个镜头来回切，长时间呢就会感觉这2个人处于一个分离的状态，不知道他们俩到底站在哪儿，所以时不时的要切回这样一个镜头。那比如说我们还是这2个对话，那比如说啊，你好，第一个镜头啊，你好，早啊，你去哪儿啊？我吃早点去。你吃什么呀？这个时候我可能会给一个镜头，给一个什么 A 啊，这是 A 啊，这是 B，A 在这儿，然后切一个过肩拍。哟，你吃啥呀？吃啥？对吧？第1个镜头，第2个镜头，第3个镜头，然后切回来给一个过肩拍，每隔几个镜头给这样一个过肩拍，或反过来也行。反过来 B 在这儿，这是 B， 这是 A， 看着它，哦，这样。或者呢，你从侧面拍一下啊，2个人这样看，对吧？只要过几个镜头，你给这样一个全景啊，这个或者一个中景，把它们同时放进来，就能加深观众对他们的位置关系的这种印象，明白了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法啊，过肩拍。好 ，continue。我们应该有一个目的地吧？这个也是这个 Kobe 问的啊。然后 Luffy 说：“那当然，这还是第6个镜头啊。”
这是 Kobe 问，我们应该有一个目的地啊。然后 Luffy，of course 啊，理解就行了啊 ，of course。那当然， We're going somewhere. 下一站，这个时候呢，路飞要说他的这个目标了，然后这是第7个镜头了，注意看，切回来了啊，第7个镜头，这属于什么？这属于近景，对吧？路飞在这儿躺着。然后远处呢是之前阿比达的那个船已经烧了，然后这个地方呢虽然是摄像机其实有点偏正面的啊，但是路飞的眼神基本还是看着左边的这个方向。他有的时候在这种真人的电影里面或者真人电视剧里面，你从这一段镜头还是能看到他是比较注意到这个轴线的，但是小的细节有的时候看正面啊，或者稍微有一点越轴啊，那都是细节问题啊，那个小的东西不用太在意，所以这个镜头就有点偏正了。哎，他有一个事件发生，他看哪儿啊？看画面左边，对吧？啊，画面右边，哎，然后一指，哎，伟大航道，一个事件，这是第1个事件啊。先看这边，他刚才说什么来着？忘了。第2个事件，伟大航道，转身指啊指。伟大航道，然后他现在第3个事件把眼神又转回来了，这个眼神在画面里面，哎，转回，又看科比，对吧？这是看大海，表示这个远方我要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伟大航道，然后回来再跟科比对话，所以他又把眼神转回来看向这个科比，对吧？这都是非常考究的。刚才又看外面了，那不用在意那个小细节啊。然后第8个镜头，哎，切回来，这是科比的中景，又回到中景的位置了。哎，科比说：“知道怎么去吗？知道怎么去吗？”切回来啊，这是第9个镜头，注意看啊，第9个镜头，一个路飞的全景。路飞的全景，从高度来讲呢，这个差不多应该是中景。哎，他在这儿躺着，思考，他还在看这边啊，看这边思考，这是思考呢。注意看，继续。哎呀，第2个事件啊，抠鼻屎太恶心了啊，抠这。哎，现在呢是科比在外面对话，这是话外音。科比，你都航海图都没有，航海图都没有啊，航海图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路飞把眼神转过来看着科比，对吧？转回来，这是一个反馈啊。科比在画面外面问了一句话，你连航海图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反馈啊，有一个反馈。然后科比的话没有说完，这第10个镜头，现在看到的第10个镜头，冲着大吼，还是中景。啊，你甚至没有一个图，甚至无图，对吧？第11个镜头切回路飞，这个时候，哎，我说了，你连图都没有，然后该怎么办了？交代路飞的感情变化，对吧？是一个感情反馈。路飞起身，一个事件，近景，啊，有道理，对吧？一语点醒梦中人，对啊，我连图都没有，是吧？这是一个反馈啊，真的，我真的没有图。然后下一个思考，看这边，看大海，想一想啊，对了，我们应该去弄一张航海图。回来，这是我接到这儿了啊，没地儿了，还是第11个镜头啊。回来看科比，哎，看科比，哎，我们应该去弄一张航海图。好了，啊，这是之后呢？现在这个科比呢，这不是一个。
这就不是之前的那个景别了，对吧？这属于一个近景啊，属于一个近景特写。然后呢，他说我好像做错了，一个感情反馈，觉得这个路飞这个人太不靠谱了啊！我提醒他才知道去找这个航海图，我是不是应该不要离开阿比达的那个船呀，对吧？这是第12个镜头，12啊，科比特写啊，这是特写。哎，我错了。I made a mistake. I should have left Albedo. 什么丽塔？我记着那个漫画书叫阿比达，大家知道是那个女人就行了，名字可能不对。这有点推镜头啊，注意看这个地方有点推镜头，就是更强烈的表达科比的这种感情变化。哎呀，他犹豫了。推镜啊，推镜，这是一种镜头的运用方法啊，镜头的运用方法，推进，这个有助于强化人物的感情变化。哎呀，我不应该离开，不应该离开。哎，这就是那个有点像陈宫跟着曹操跑啊。哎，切回来，注意看第13个镜头，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全景了，对吧？或者一个中景？但是有什么特点呢？两个人都在画面里面。路飞拿着这个桨，路飞坐在这个地方，对路飞来讲呢是一个中远景。注意看轴线变化始终都是这样的啊，轴线始终没有变化啊，轴线始终没有变化。他们永远都是 Kobe 看着右方，然后这个路飞看着左边，对吧？永远是这样的。同时呢，这个全景还交代了小船跟这个阿比达的船的位置，然后同时交代了他们两个的空间位置，这样观众又被拉回来了，一看啊，原来他们的空间关系是这样的。虽然导演没有说主动告诉你，你注意看啊，他们3个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但是潜意识里就让你知道，一看画面就知道啊，非常清楚，对吧？这就是这也是国间拍啊，这也属于国间拍。所以前面他俩的这一段对话大概13个镜头，注意看多少秒啊？可能是30秒到40秒左右。好了，这一段镜头呢，咱们就先分析到这儿，对吧？后面呢，我们再分析其他的镜头，因为他俩的这段对话时间比较长啊，大概我截了两分钟左右。注意看2分半，整个的对话太长了，所以咱们就分析30秒到40秒，大家清楚一个轴线关系，怎么运用这个摄像机，然后如何进行一个分镜头的一个学习啊，这叫拉片子，对吧？知道整个一个过程就好了。好，说到这儿呢，那我介绍一点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刚才我不是讲了一个推镜头嘛，对吧？这个镜头推，那么我们要知道在分镜头里面怎么去画这个镜头位置的变化。那么我们老听说推拉摇移，对吧？推拉摇移这个肯定听说过。什么是推拉摇移？这就是摄像机的位置变化。那么我们先说推，比如说一个人物站在这个地方，面向这个地方，这是摄像机，对吧？冲着它拍。推呢，就是把摄像机往前推向这个角色。那么如果目前在 A 点，那角色的位置可能角色的景别可能是一个全景。这可能是一个全景。当它推到 B 点的时候，比如说，当它推到 B 点的时候，推到这个位置，那这个景别是什么？那可能是一个特写或者近景，对吧？这是 A 点，这是 B 点，这叫推。那拉是什么呢？反过来，对吧？从 B 点到 A 点，这就是拉镜头。A 到 B 这就是推，对吧？ B 到 A 这就是拉镜头。那么在这种传统的静态分镜头里面，它是这么画的：一个人物，这是一个镜头啊。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推镜头，做一个推镜头的效果。推镜头是由远，对吧？由远到近，由远到近，这是推镜头。那么在画面里面是这么画的：一个 A 然后 B 给一个框。中间画一个这个箭头，这就代表从 A 推到 B，
对吧？我们在动画片里面的分镜头会经常遇到这种画法，你画4个箭头也可以啊。这样动画师拿到一看，哦，这是一个推镜头，我给它拍成这样一个推镜头的效果就可以了。然后中间推的时间大概多少呢？比如说2秒，哎，这是2秒。这个预估的时间是由分镜师来估算的啊。反过来呢 ，B 到 A 啊，这个能理解了吧？啊 ，B 到 A 就是啊，你这么写也行 ，A 到 B 对吧？这是往外来啊，往外来，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啊。A 到 B，B 到 A 无所谓，字母怎么安排都可以。好了，我们再说摇是什么呢？摇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画顶视图，比如说这个人物站在这个地方，他看前面，摇是摄像机本身的位置不动。摄像机本身的位置不动，比如说这是角色 A 啊，这儿有一个角色 B， 然后摄像机以这个点为轴，以它自己的点为轴，向右边这样转一下，这个叫摇啊，这个叫摇。摇镜头那是怎么着？比如说摇到这个位置啊，拍这儿，那可能上来就是 A， 对不对？然后这是角色 A， 这是角色 B， 这是角色 B。它这样摇的效果在画面上表现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从 A， 叫这个点叫角色 A 角色 B 这个 M 吧啊 M 点这个叫 N 点，那么就是摄像机从 M 位置移到 N 的位置，哎，这样画一个箭头，画这儿吧啊，这样画一个箭头。那么它中间可能有一个中途，就是画面里面 A 跟 B 都在这个画面里啊，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效果。这是摇镜头，移呢？移就是平移啊，平移。再画一个啊，比如说这是角色 A 啊，角色 A 看着这个方向，角色 B。A、B 看着这个方向，然后摄像机在这儿，它呢是摄像机拍摄的这个角度不变，它一直往这个方向拍，然后哎，它平移，移动到 B 了啊，移动到 B 了是这样的，或者呢还有一种拍摄方法叫跟拍，就是比如说角色 A 啊，角色 A 往这个方向在走路啊 ，walk 啊走路，摄像机呢在它的侧面去拍，人物也走，然后摄像机也走，这叫跟拍啊，这个叫跟拍，这就叫平移啊，这是平移。所以推拉摇移就是摄像机的移动方式啊，这个我们在画面上能理解就可以了。所以呢，了解了这些知识，我们在后面再讲更复杂的这种镜头的时候呢，大家能加深一个印象。好，讲了一段 Kobe 跟路飞的对话。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欢迎订阅、点赞毛怪老师，我们下次再见。